美国护照失宠，2025全球护照排名巨变，谁是赢家？2025年10月，英国伦敦一家特有名的咨询公司叫亨氏又发榜了。发什么榜啊？全球护照指数。这玩意儿可不是闹着玩的啊，它背后用的是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独家数据，在全球227个国家和地区里给你算，你这本护照到底值多少钱，能让你不办签证抬脚就走的地方有多少。那这玩意儿是公认的护照含金量的标尺，铁面无私呀。往年吧，这榜单前几名啊，基本上都是欧美国家，什么德国、法国、美国、英国轮流坐庄，咱都看腻了。结果2025年这个榜单一出来，全世界的眼镜碎了一地。你猜怎么着？这一回啊，咱们亚洲可是结结实实的长了一回脸。全球前3名，注意啊，是冠亚季军，全让咱们亚洲国家给包揽了。这是历史上头一回啊！你可能要问了，这亚洲牛了，那以前的大哥呢？你问到点子上了哦。这回最炸裂、最让人大跌眼镜的就是美国。美国护照那以前是什么概念啊？世界警察蓝本护照，横着走的代名词呀。结果这回呢，你猜排名第几？咣的一下，直接摔出了前10名，来到了第12位，而且是和谁并列呢？和咱们亚洲的马来西亚并列。我在这儿可没有半点瞧不起马来西亚的意思啊。马来西亚护照这几年是进步神速啊，非常厉害。但是问题是，这可是美国呀，那个自诩为山巅之城的美国，它现在只能免签180个国家和地区，跟马来西亚一样多。我跟你说啊，这可不是小事儿，这是美国护照20年以来首次跌出前10名。这说明啥呀？说明这天儿啊，可能真的要变了呀！这全球的软实力格局，这人情冷暖，这面子工程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This is my American passport. For 26 years, I have been using this document t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feeling invincible, powerful, strong, able. When we talk about the power of a passport, we're talking about the ability to just travel without the need of visas, without any problems. You can just go and be. And that's what I've done for so long. Because, of course, the American passport was so powerful. Today, I just saw a report that as of today, the American passport does not even arrive to the top 10 powerful passports in the world. Not even in the top 10. The USA doesn't even go to the top 10. Now, this will have no effect on my life, and maybe it's just a small thing that doesn't mean much. But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keeps talking about the growth, the rise, the great new USA, the powerful USA. But as I sit here now, knowing that this document isn't what it used to be, I wonder how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can keep saying that we'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powerful if even our passports are dropping. Is that 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 Is that making u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今天啊，咱们就借着这个榜单，好好的大白话的聊聊这背后的局。咱先说说这个美国的滑落啊，那都不叫滑落，那叫断崖式下跌啊！哎，你想想看，就在10来年前啊，2014年那会儿，美国护照以186个免签地，稳稳当当的坐在全球第1的宝座上。那个时候拿个美国护照到哪儿不是高看一眼？结果呢，10年河东，10年河西，2024年去年就已经退守到第10位，勉强扒着前10的边儿。那今年2025年直接自由落体掉到第12，免签地还缩水了，停在180个。最扎心的是啥？亨氏的这个排名啊，它有个并列规则，就是说好几个国家可能并列第5、并列第8。哎，你猜排在美国前面的总共有多少个国家和地区？36个。我的天哪，全球227个经济体，将近1/6啊，都排在美国前面了。这是什么概念啊？就是你美国在排队，前面站了36个人，你只能在后面踮着脚看。
这还是那个大哥吗？这面子往哪儿搁呀？美国为啥混成这样了？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这是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是内外一起作出来的结果。咱先说这个外面的，最直接的打击就是很多国家不跟你玩了，开始反制你了。最典型的就是巴西。2019年开始巴西舔着脸给美国公民免签，希望美国也能互惠一下。结果呢，美国压根不搭理你。巴西一看，嘿，我热脸贴你冷屁股，我不要面子吗？于是呢，就在今年4月10号，巴西外交部正式宣布恢复对美国公民的签证要求。巴西外长说的很明白咱们讲究的是互惠原则，你不给我免签，我凭啥给你免签啊？那这一下，美国护照含金量瞬间少了个重要筹码。多米诺骨牌倒了。越南呢，今年新增了10个国家免签名单，你猜怎么着？直接把美国给排除了。索马里启用了新的电子签证系统，直接取消了美国公民的落地签必须提前3天申请。这说明啥呀？说明现在不是你美国一家独大了呀，大家都有脾气了，都讲究对等了。那外话说完了，咱们说说内忧。美国护照失宠最大的毛病出在他自己身上，傲慢而且僵化。你知道美国对全世界多少个国家开放免签吗？46个，就这么点儿。在亨氏那个开放指数排行榜上美国排第77位，这是啥呀？这就是典型的单向开放思维。说白了就是你们都得给我免签，因为我是美国，但你想来我这儿，对不起，排队填表、交钱、面试，看我心情。不光不开放，他还使劲的割韭菜就在今年10月，美国大幅度调整了签证费用。那个 S 的电子旅行授权费，就是你去美国旅游前在网上填的那个，以前21美元，现在直接涨到了40美元。最狠的是他还新增了一个250美元的签证诚信费。啥叫诚信费？就是怕你不诚信，这不是明摆着抢钱吗？而且还说了这个费用随通胀逐年上涨，你这么搞，谁还愿意跟你玩啊？那结果是什么呢？咱老百姓心里面有杆秤美国人自己心里面也门清数据最有说服力。2025年第3季度，美国公民申请第2本护照，也就是搞投资入籍，拿别的国家护照的数量同比暴增了67%。润学在美国都火了呀，越来越多人在用脚投票，表达对现状的不满。这个教训太深刻了护照的含金量从来不是靠你过去的特权，靠你船坚炮利就能维系的，而是靠开放和互惠赢来的呀。那说到失意者联盟还得顺嘴提一下美国的铁哥们英国。曾经的日不落帝国，2013年到2015年那也是榜单的常客呀。结果呢，脱欧，这一脱不要紧排名哗哗往下掉，今年跌到第8位，免签第184个，也是20年新低英国人现在估计肠子都悔青了以前拿着英国护照去法国、去德国、去意大利那叫一个方便，跟咱们跨省差不多，自由流动现在呢，对不起，你是外国人了，你得单独申请申根签证。这不光是旅游麻烦了做生意的成本噌的一下就上去了这就叫不作死就不会死，自己把自己的金饭碗给砸了。欧美这俩老牌强国纷纷掉链子的时候，咱们亚洲正稳步向前。咱先说亚洲的第2名韩国。韩国的逆袭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20-30年前韩国护照哪排得上号那现在呢，全球第2比5年前猛增了23个免签国。靠的是啥？文化加经济加开放3板斧。韩流、韩剧之类的在全球圈粉，带来了巨大的文化认同。经济上，三星、现代满世界跑。那最关键的是韩国会来事他主动跟114个国家达成了免签互惠，你对我开放，我也对你开放，大家交朋友嘛，用对等的开放换来了国际认可。再看第3名日本。日本的稳靠的是老本，长期的信誉积累。日本公民在海外的非法滞留率一直保持在特别低的水平。其实说白了别的国家放心给日本人免签，因为知道这帮人旅游完了，生意谈完了，会老老实实的回家，不会黑在那儿。所以呢，日本护照就成了可靠的代名词。那聊了半天，到底谁是全球第一那就是新加坡。这个面积才728平方公里，还没有咱北京一个区大的弹丸之地凭啥能连续霸榜，拿到193个免签地一方面呢，他拼命吸引优质资本。虽然今年他把家族办公室的门槛提得巨高，最低资产管理规模要1000万新元，约合5000多万人民币，但是呢，他优化审批流程，扩大税收优惠。结果呢，2024年全球有
3500个百万富翁净流入新加坡，人家要的是精英。另一方面啊，它的外交政策和开放文化是绑定的。新加坡对158个国家免签，在开放指数里排全球第5，它给自己定位是东西方桥梁，它既不完全倒向美国，也不完全依附谁，跟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关系都过得去。那这种灵活的外交智慧啊，最后都转化成了护照的硬实力。说了半天别人啊，咱们说说自己啊。中国，咱中国护照的排名也在稳步进阶，咱的智慧藏在务实的开放里。哎，你发现没有啊？咱没有像韩国那样非要跟人1对1的谈互惠，咱现在玩的是单方面免签。就在今年上半年啊，国家移民管理局啊新增了对巴西、阿根廷、沙特等9个国家的单方面免签，咱把那个240小时过境免签扩大到了55个国家。这叫啥呀？这叫你来或者不来，我的门都为你敞开。那效果怎么样呢？立竿见影啊！今年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达到了136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3.9%啊，占了所有入境外国人的70%多。我跟你说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叫反向代购。以前都是咱们出去买啊，现在反过来了。今年1季度啊，入境的外国游客在携程平台的订单啊，同比增长了6-7成。马来西亚、泰国的游客增幅最大，翻了2-3倍啊。支付宝的数据也在显示啊，来中国的老外消费金额同比增长了1.5倍，那其中美国用户增长了2倍。你看，美国游客的嘴可能还挺硬的但是他们的钱包很诚实呀。这种双向流动的热度，这种老外来咱这儿买的景象，就是中国护照吸引力攀升的最好证明啊。所以啊，朋友们，咱们回头看看这个2025年这个护照榜单，它哪是个榜单啊？它简直就是一面镜子，照见了全球格局的悄然转向。那未来呢，全球流动性的这个赛场只会对那些心态更开放、姿态更友好的国家敞开大门，而咱们中国正用这种稳步向前、广开大门的脚步证明以开放换信任，以合作赢尊重，这条路永远走得通、走得远。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